大家晚安，我是 Misako。今天的背景有一点不一样，我现在在我家，刚刚才下班回家。那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标题，这一次呢不介绍日本旅游景点，而是要介绍我推荐的日本零食药妆伴手礼的特辑。那会想要拍这一支，是因为我下礼拜就要回台湾了，在采买一些回国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可以顺便拍一支来介绍一下。所以这支影片介绍会分成3个种类，一个呢是超商也买得到的零食，再来是药妆品，最后是蛮适合送礼的伴手礼区这样。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吧。那首先我想要先从软糖开始介绍起，第一款就是我手上的雪酪软糖。这一款软糖呢，相信比较少人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推荐它。那它其实是我日本同事介绍给我的，它的口味有定番的这个白桃口味，也有另外一款麝香葡萄口味。老实说，口味选择上没有其他软糖那么的多样。那我自己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麝香葡萄味。之所以会推荐它，是因为这一款软糖它的外皮口感蛮特别的，给大家看。它的外观其实长得有点冰晶粉末状，你咬下去除了软糖本身的 Q 弹以外呢，会有你咬碎外皮的时候的那个沙沙脆脆的感觉。它其实是有点呈现冰冻后雪酪的口感，我觉得它的这个口感呢非常特别，是我吃过那么多软糖当中数一数二独特的，蛮推荐大家如果有经过便利商店有看到它的话，真的可以买一包来试试看。那下一款想要推荐的软糖就是这一个我手上的这个 UHA 系列软糖。这个软糖真的是下半年在网络上疯狂被大量的讨论。我会买它来吃，是因为我今年做公司健检的时候又被检查出了贫血，然后我贫血的症状大概也是已经连续2-3年都是大红字了。那医生就有开给我铁剂吃，可是那个剂量其实是超出正常人一般每日摄取量的。大家知道吗？铁剂如果摄取太多的话是会严重便秘的，所以我非常的痛苦。那刚好就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在讨论这个，它就是有蛮多种都是有含铁的成分在的，所以我就买了几款来吃看看。那集中吃了1个月之后，我发现当月的还有隔月的生理期来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痛苦，就好像和缓了蛮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软糖起了作用，但总之就是会持续吃看看，然后观察看看。那如果你有吃了，然后也有相关的心得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我。那这个软糖它的口味非常的多，就像是大家常见的保健食品，非常多样可以挑。它就是把保健食品上你常见的元素做成软糖的样子。种类的话，像是有维他命 C 啦，或者是综合维他命，或者是锌，刚刚说的铁类的。那软糖的口感部分呢，其实形状也都长得蛮不一样的。其中一款是长这样。网络上也有蛮多人讨论，就是如果是这种形状的软糖的话，它就是小小颗的，偏硬，你是要出一点力去咬它，比较有嚼劲的。再来还有一种长得比较大颗，然后它就真的是偏软，这个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传统大家吃到的软糖的感觉。那除了刚刚这2样以外呢，它其实还有像维他命 C 的话，它就是长这样，然后它其实吃起来呢，它还是咬得碎的，可是它就是偏糖果的口感，比刚刚那2个形状又更硬。那总之就是超商或者是药妆店卖的种类其实都不太齐全，就有点蛮碰运气的这样。下一款想要推荐的是这个 Crunchy Crunch 的巧克力，它是乐天家的经典的巧克力商品。那这个 Crunchy Crunch 系列其实有出蛮多种巧克力商品的，我想要推荐的是它这一款偏长条的巧克力。一开始是我的日本美发师 Momo 推荐给我的，他说他去超商的时候偶尔就会买这个来吃，蛮推荐的。我实际吃了之后也觉得蛮喜欢的。我觉得它的巧克力呢，除了它本身就是巧克力味道蛮浓郁蛮香的以外，它还有加入了米香，日文叫做 puff， 所以它增加了它的口感以外呢，它还有加入了盐，所以你吃起来又会有一点咸味。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甜点里面会有这种甜咸的感觉。那它这个一包里面呢，会分装成有5块的这个小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要分给朋友、分给其他人，或者是你自己吃的话，也都不会沾手。自己个人觉得去超商的话，
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买来吃看看。不过它通常摆在蛮不显眼的地方，所以大家如果去超商想要买的话，可能要稍微找一下。那下一款想要推荐这一款濑户内柠檬风味的鱿鱼脆饼，这一款已经很红，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它已经在网络上红翻天了，可是我是直到前阵子在 IG 上开问卷问大家有没有推荐的日本零食伴手礼的时候，这一款是我统计下来排名前2名高的，就非常的人气，就想说好啦，就买来吃吃看。结果一吃惊为天人，觉得恨自己怎么会这么晚才遇到它，真的非常的好吃。首先它的鱿鱼脆饼呢，我觉得蛮像台湾的某一款鱿鱼脆饼的味道，吃起来香香脆脆的，然后是偏重咸的。我自己是不喝酒啦，但蛮多人说它蛮适合配酒吃的。那再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这个脆饼上又加入了濑户内柠檬的调味，所以本身又平衡掉了它脆饼会有的重咸的油腻的感觉，加入了酸味跟香气，整个让这个脆饼又提升到了一个不同的层次，非常的刷嘴，你真的是一块接着一块会完全停不下来的程度。而且它因为就这样小包装，我是在超商买的，我觉得如果你是要送朋友的话，真的是每个人发1包，我绝对不会出错的选择。那超商想要介绍的最后一款呢，不是饼干零食，是日清杯面。这个是日本国民泡面的，应该日清的一些基本款的口味，台湾现在也是买得到的。日清这么多款的泡面杯面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的世界系列，也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最近有一些口味它有出这个加大版的，那它这个是正常的 size， 这个尺寸真的是特别的大。世界系列呢，其实有一些口味是固定班底，像是我手上的这个泰式冬阴功跟新加坡拉萨，目前是在超商超市都蛮常见的。可是它除了这2个以外，有很多的口味，真的是我偶尔去逛超市超商的时候就会发现，怎么又有新的口味是完全没见过的。而且那些口味真的是期间限定，如果你当下没有买的话，真的下次去可能又换了新的口味了。如果你有看到的话，真的要把握机会。然后我这几年吃了那么多日清的杯面泡面，全部吃下来，我最喜欢排行我心中第1名的就是这一款泰式的冬阴功口味。我觉得它蛮重现泰式冬阴功口味的，它的酸度很够，辣度的话，我本身是不太吃辣的人，它的辣度也是我完全可以接受的，不会辣到说你吃几口就吃不下去，你反而吃了1次之后会想要再回购第2次、第3次，是会吃到你欲罢不能的那种程度。然后它本身汤头也有香茅跟柠檬的香气滋味在，所以个人整体吃下来是第1名，真的是直到现在还是第1名。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只要有问我有没有推荐的日本泡面，我的首推绝对就是这一款泰式冬阴功口味。那日清的杯面除了刚刚介绍的世界系列以外呢，这一款东兵卫的豆皮乌龙面也是我的爱。它的味道是偏基本款，乌龙面本身吃起来是偏滑顺偏软的那一种口感。那再来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泡面都会附一个很大片的豆皮，那豆皮吸饱汤汁之后，你吃起来它的豆皮是偏甜的，但我觉得喜不喜欢就是个人喜好，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的。再来本身它还会附1包七味粉的调味包，我觉得加了之后让它的整体的汤头或者是面整个吃起来不会那么的呆板。有时候就是没有想要吃太重口味的泡面，可是就是想要喝一碗汤简单的解决掉一餐的时候，我真的通常就是都会选它。那不管是这一款豆皮乌龙面或是刚刚介绍的世界系列的杯面，现在其实都是可以带回台湾的。因为之前其实关于泡面蛮多人会询问说，这一款可不可以带回台湾，里面有没有含肉，有没有什么限制。台湾今年针对泡面是否能够带回国呢，其实有放宽的一些限制，像是豆皮乌龙面它里面是完全不含肉类的，所以这一款本来就是可以带回国的。再来这个呢，有听说之前是海鲜类的本来就是可以带回国没问题，现在是连你如果泡面里面有那一些小小的碎肉末肉干也是可以带回国的。所以呢，刚刚推荐的这2款不管哪一款都是可以安心带回台湾的。
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药妆的部分，首先想要介绍这个超级好用很神的去渍笔，这一款应该有一些人知道，那它在日本也是卖的非常的好，它是我日常出门跟旅游的时候的必备用品之一。它就是在你衣服不小心沾到一些污渍的时候，不管是水性或者是油性的，都可以做简单快速的处理。像是我前几天有一件白色高领出门的时候就不小心沾到血，然后呢我就赶快拿出这个去渍笔来处理它。它的用法很简单，你在买的时候呢，里面除了会附一罐去渍笔以外，还会给你这个吸附用的纸巾，那你就针对你的脏污的地方，首先你就是把它垫在脏污的下面，再来你就拿出了这个去渍笔，这个笔头就针对污渍的地方点，不要去搓揉它，它的那个液体啊，就是会慢慢的渗透，慢慢的把那个脏污转移到这个纸巾上面。再来你下一步就是用干的毛巾或者是干布，或者是我是用卫生纸啊，直接这样都这样压它，压的那个污渍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个污渍就慢慢的颜色慢慢的消失。每次看都觉得哇，好神奇哦，真的是超级好用。如果你是很容易不小心泼到可能咖啡或者是茶或者是酱油这种不管水性油性，都可以用它来快速急救处理，非常的推荐。接下来必推的绝对有乐敦家的眼药水。乐敦的眼药水我真的是这几年用过了非常多款，包括很有名很可爱的小花眼药水，那我最近就是换了这个妹妹的眼药水，它是属于高保湿型的，然后我觉得它的整体包装设计就是非常我的菜，简单利落又有透明感。会想要换这一款是因为像是我的日常上班的时候会整天需要盯着电脑萤幕，然后下班回到家剪片的时候也是继续盯着电脑萤幕，再来我外出拍摄的时候呢，也是一整天都要戴着隐形眼镜，拍摄的时候也要大量的用眼，基本上每天都是用眼过度，眼睛很常会觉得很干涩不舒服。然后这阵子用了它，发现它只要一滴，真的是双眼各一滴，你的眼睛会瞬间真的有润泽保湿的感觉，真的差很多。再来它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很强，是因为滴口的设计呢，它是设计成你不管哪一个角度滴，你都可以很轻易的滴眼药水出来，有一点难形容，但是因为我之前有用过别款的眼药水，然后就是发现很常会滴歪或者是滴太多，然后就会这个流下来流出来，有碰过的人绝对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这一款妹妹真的是好滴很多，然后滴的量也都每一次都抓得刚刚好，降低你的失败率，个人觉得蛮推荐的。那不管你是裸眼或者是你有戴隐形眼镜，软式或是硬式的都可以用，彩色的隐形眼镜也是可以的。那它本身的清凉度是偏低的，这样推荐。那另外一款也想要推荐跟眼部保养有关系的，一样是乐敦的他们出的 V5 的保养素，它这个的话是吃的胶囊型的保健食品。我觉得这一款保健食品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兼顾了视觉跟睡眠两个机能，因为它里面有含叶黄素跟玉米黄素，这两个是针对视觉的部分，然后它还有含番红花萃取物，这个就是针对睡眠的，很适合我这种每天都要大量接触 3C 产品，然后你是日常想要进行眼部调养的话，这个 V5 保养素就是每天睡前吃1颗就好。那下一样是手上的这个发膜产品，这个是我这几个月用下来觉得还不错的发膜，必须说它在日本真的超级红的。像是我蛮常染头发的，然后出门的时候也一定都会用离子夹来整理头发，那头发如果不好好保养的话，真的很容易乱翘或者是毛躁，所以我蛮注重头发保养这一块的。这一款发膜它是标榜里面有含13种的美容液成分，那它的质地是厚重偏乳状的，个人蛮喜欢它的味道的，因为它的味道是有点偏绿茶加柚子清香，闻起来是很舒服的。再来呢，这一款发膜实际用下来，你会觉得头发打结感明显变少以外，然后你洗完吹完头发，你是可以感受到发丝是感觉有喝饱水分，会变得蛮柔顺，会有光泽感的，你头发的毛躁感也会明显的减少，而且它这样一整条分量蛮多的，我现在家里
还有一条还没用完，这个新的是我想要带回去给我家人用的。总之目前持续爱用中。再来下一款商品，相信也是很多人家里的常备药，就是这个曼秀雷敦的痘痘药。那这个痘痘药呢，是针对成人痘的。成人痘跟青春痘不太一样，青春痘通常就是好发在可能 T 字部位这边，那成人痘的话，可能就是你压力大，或者是皮肤干燥，或者是荷尔蒙影响，很常会长在嘴巴附近或者下巴这边。总之就是这个 U 型的区域。像我前阵子出差的时候，这边跟这边就各长了一颗大痘痘，我真的是要疯掉。那时候也是每天疯狂的擦这个痘痘药急救。然后现在化妆可能大家看不太出来，反正这边也有一块粉刺，它是逐渐感觉要红肿转成痘痘的迹象在。等一下洗完澡也是准备要来擦这个痘痘药，赶快急救让它缓解。那这款痘痘药本身是没有添加色素香料的，加上它里面是有含杀菌成分，所以它是可以抑制痘痘恶化。质地的部分我觉得它是偏柔滑，不会黏腻，然后非常的好推开。在你推开之后它会变成透明的，所以你接着上妆也是完全没问题的，推荐。下一款就是这个美白牙膏，相信这个牙膏应该大家对它不陌生，很多人都有在网络上看过它。它在日本也是推出好几年了，直到现在还是蛮受欢迎，常年热销。这个牙膏它有推出非常多种的颜色，那不同的颜色就是针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需求这样。牙膏的背面都会写清楚它强调的效用是什么，例如说针对牙齿美白，或者是蛀牙，或者是牙周病，或者是口臭，你就可以自己去挑选适合你的牙膏。像是它有出针对抽烟的人，有一个粉红色款可以买，绿色的话就是薄荷款，蓝色的话就是针对孕妇友善的成分，所以大家可以上药妆店挑选适合你的牙膏。那这1-2年我一直都是用这个金管的，我觉得用起来蛮有感的，因为像是我是天天都至少要1杯咖啡的人，然后也蛮喜欢喝茶的，可是长期用下来，我觉得我的牙齿并没有很明显的变黄。当然它没办法像做牙齿美白一样瞬间让你的牙齿变成是冷光白的那个色阶，加上本身其实人体随着年龄增长，牙齿本来就是会慢慢的变黄的，这些都是在正常范围。可是我觉得它让我惊艳的就是它帮助我的牙齿色阶维持的蛮好的，就是让你不会开口笑或者是露齿笑的时候被自己的牙齿的颜色所吓到，完全不会，这点算是蛮让我惊艳的。那它的尺寸有分2种，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正常一般版的，我就是家里会常备一条一般版的，早上晚上就是用它，然后出门旅游的时候我会再带这个小条的，那明显尺寸就是比较迷你，我就会带着它，然后我会装进我买的无印良品的笔袋，里面会备有我的牙刷，然后加这个小条比较好携带。日常像我去上班的时候，午休也是会吃完午餐就是去刷牙这样。日常保养超推，大家一定要买来试试看。再来药妆推荐的最后一项，一样是跟脸部有关系的，就是这个酵素洗面乳。这一款我也是用了2-3条了吧，它里面是有包含酵素、维他命 C 跟其他的保湿成分在的。个人呢对于维他命 C 是有特别的偏爱的，因为维他命 C 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还有抗氧化的能力，所以你其实在很多的美白或者是淡化痘疤的产品上都可以发现有维他命 C 的踪影在。那它洗起来泡沫是偏绵密的，而且我觉得它清洁力蛮够的，可是你洗完又不会觉得脸变得很紧绷，它整体是洗完是感觉很清爽的，我觉得比较适合油性肌或者是敏感肌使用它。再来是我觉得它 CP 值真的是超级高，因为每次买它这样胖胖的一条，我每次买了一条都要用很久。总之我买了一条新的，我要给我爸用，推荐。好的，终于要进入最后的伴手礼环节，赶快！首先第一款我想要介绍的就是名字叫做 Sabré Michel， 我不知道念法对不对，总之就是在东京非常受欢迎的伴手礼品牌。我对这个牌子的印象就是我之前经过东京的大丸百货的时候，它的橱窗就是有展示他们家商品的包装设计，我那时候就有被惊艳到。后来呢，是我现在待的公司有一位同事离职的时
时候，他就是买了他们家的礼盒分送给大家。那时候我就对这个品牌更印象深刻，觉得一定要记起来，因为它的包装真的是美到非常的适合送人。那这个牌子有2个系列我想要介绍，第一个就是它的国家系列。它的国家系列呢，就是它的饼干铁盒都是用不同的国家的代表城市去做设计的，而且它连里面的奶油饼干它做的造型也都是跟那个城市有相关联的。像是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它有推出埃及版，那埃及的话它的饼干就是人面狮身、法老跟金字塔，然后它还有推出荷兰的话饼干造型就是风车跟郁金香这样。那你来日本当然要收藏日本版的，对不对？这个是日本的饼干铁盒，那我来打开看它里面有什么。它打开它的饼干造型呢，当然有富士山，再来是东京铁塔，这个应该是东京车站，还有新干线，再来最重要的樱花也有。我一打开这个铁盒，整个奶油香味就是扑鼻而来。你知道我看到它里面这么精致，我真的会觉得还是干脆不要送，太精致了，精致到想要自己暗扛。那除了这个饼干铁盒以外，我还想要推荐它的名画系列，这个真的也是我的大爱。这个名画系列里面总共有7种不同的包装，然后每一个包装呢都是采用不同的名画去做它的包装设计的，像是有莫内很有名的睡莲，还有达文西的蒙娜丽莎也有，而且不同的包装里面对应的饼干造型也都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它这个小巧思，让你在挑选的时候都会多了一份惊喜期待感觉，所以非常的适合送礼。我觉得这一家的伴手礼真的会是买了之后本来要送别人，后来可能会反悔觉得我还是自己留好了的程度。那下一款想要介绍的是バタキヌシャ，这个中文应该叫猫舌饼。它主要有推出2个口味，一个就是这个经典的奶油口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巧克力口味。它标榜是使用北海道的奶油，但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本身饼干的造型是非常的特别，它是做成薄薄的一片，然后折成好几折，大概有3、4折吧。那我实际吃起来，我觉得它味道偏浓郁，奶油香气蛮香的，并不会说很重口味。它本身饼干构造的关系，所以你吃起来它口感是偏细腻，是偏薄脆的，会让人上瘾的，会一块接着一块。因为它也是一条一条这样分装，所以也是蛮适合分送给大家吃的。然后必须说它这一款真的是非常非常人气。我周末去大丸百货排队购买的时候，它这个有推出巧克力跟奶油的组合的礼盒，然后有分14入、28入跟40入。在我下午去购买的时候呢，14入跟28入都已经被抢光了，只剩下40入的。可是40入对我来说又觉得太多，所以最后我就只有买了这个单一奶油口味的包装。但是它很可惜的就是它没有单卖巧克力口味，我真的超级想要吃巧克力的，所以我决定呢要再去买一次，我一定要买到组合的礼盒。那下一款想要介绍的就是曾经红极一时，造成话题轰动，然后直到现在还是非常人气的砂糖奶油树。我买的是它的综合礼盒版，它的综合礼盒就是有经典招牌的奶油口味跟秋冬限定的焦糖烤布雷口味，这2个我都吃过，非常的好吃，已经吃过好几次了。那它这一款饼干的特色就是它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揉进了7种不同的谷物，增加它饼干的香气以外呢，表面还会加入了颗粒感的砂糖跟奶油，吃起来不是那种死甜很甜的感觉，是有点偏咸甜的风味。我自己个人非常的喜欢，觉得吃起来很过瘾。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饼干表面其实它是做的有点这样凹凸状的，它是方便你吃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剥成2半，然后这样一口一口进食比较方便。个人觉得这个设计也非常的贴心。那一般来说它是贩卖这种礼盒版的，东京的话在东京车站或是大丸百货都买得到。我是在大丸百货买的，然后去买的时候甚至在现场还有看到有卖史努比联名的礼盒，那时候就非常犹豫到底是要买一般版还是买史努比款的。如果你是觉得这个礼盒太大，只是纯粹想要自己吃的话，砂糖奶油树还有推出了这个 Seven 的联名款。那这个的话其实之前就已经有卖了，去年就有了，我还要买给我爸妈吃，他们也非常喜欢。那直到现在其实也
也都买得到这2款。7联名款呢，它的外包装或者是饼干的分装设计都长得跟礼盒版不一样以外，其实内容物是基本上一样的。分量上 7款就是比较少一点，一包就只有3入，所以蛮适合偶尔嘴馋，你就是想要吃一下。如果你是想要送人的话，当然礼盒款还是蛮推荐的。这样他们会随着不同的季节会推出不一样的口味，像我之前也有吃过秋冬限定的提拉米苏口味，那个也是非常的赞。总之我吃了好几款砂糖奶油树家的饼干，通通都没有踩雷的。之前也有推出开心果口味，不过那时候没有抢到，非常的希望他们明年可以再推出一次让我吃看看。好，下一样想要介绍这个 Uncle Tempe， 它是富士健堂家的伴手礼。我相信这个伴手礼应该比较少人有听过。我之所以会知道它，是因为我的美发师默默介绍给我的。他说一开始是客人买这个当伴手礼送他，后来他就是吃了之后发现蛮好吃的，然后决定回老家的时候也买这个回家。我后来查了之后才发现，人家其实是有上过电视，而且听说在东京蛮难买到的。它这个伴手礼的特色就是主打它的鲜贝是夹着红豆馅的。它的鲜贝呢，制作过程当中因为有保留着米粒的质感在，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可以吃得到米粒的，还可以感受到它大米的自然香气。它的红豆馅使用的是豆沙，所以吃起来口感是偏细腻的。它的鲜贝呢，因为有加入了一点点的盐，再搭配刚刚说的豆沙是甜的，吃起来就是一道咸甜的伴手礼饼干。我自己个人觉得它的鲜贝其实吃起来蛮像台湾的一款鲜贝，咬起来都是偏硬偏脆的。不过呢，这一款甜点它还有加入的红豆馅，所以整体算是比较偏日式风味的一款伴手礼，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来东京有机会买到它的话，一定要吃吃看。最后2款伴手礼，我想要推荐京都区的伴手礼。那第一款首先就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的小仓山庄的伴手礼。这一款是之前我在 IG 问答的时候 ，IG 网友们推荐给我的。他们家是专卖米果鲜贝的。那他们家呢有非常多的系列，其中我想要推荐的是经典款的山春秋，跟另外一个我私心想要推荐的歌牌百人一首。那首先是山春秋它的包装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你看它的包装是不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有京都风情。然后每一包里面呢都会包含着8种口味的米果，那里面的米果呢每一个都长得非常小巧可爱，都是1口 size， 我觉得蛮好吃的。不过味道偏清淡，不是那种重咸酱油口味的。我觉得他们家的风格走的跟东街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流派，但是这一个我也非常的喜欢。再来是我私心非常想要推荐的歌牌百人一首，它这个设计概念其实是源自于日本和歌集的百人一首。我买的时候一般版刚好卖完了，所以我就买了它的新春特别版，直接拆给大家看里面长怎样。它里面呢包装又跟刚刚的山春秋不一样，它是总共有10种不同口味的米果，然后每一个米果都是分开独立包装的。我觉得它非常用心的是，它感觉每一个包装的图案都长得不一样，然后背后都还会再搭配一首和歌，这样它的话就是有一点日式手绘风，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这个真的会舍不得吃你看每一个都好漂亮哦。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也好好看哦。这个是海苔风味的鲜贝，对，这一款的米果呢也是跟山春秋一样，都是1口 size 的哦。看到一个樱花造型的，哇！买这个分送给大家的时候，挑选的时候也是一种乐趣好喜欢这个哦，我这个真的是一定要推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去买，直接拆一个来吃。好。
好，最后一个伴手礼我想要推荐的是，据说是在昭和时期就创业的京都老字号的店铺叫古月，这家店也是我的日本同事推荐给我的。然后我想要推荐的是他们的千寿仙贝跟鸡千寿仙贝这2款商品。首先是千寿仙贝，千寿仙贝它饼干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长得像波浪状的，又跟前面介绍的伴手礼饼干长得完全不一样。那它这一款饼干里面是夹着奶油馅，可是因为它的奶油是加了炼乳在的，所以品尝起来虽然它的香气整体是偏浓郁的，可是实际品尝起来不会那么的甜腻，而且它的饼干是偏厚实的是真的又硬又脆的，比刚刚的鲜贝又再更硬更脆一点。再来，如果你想要品尝奶油以外的口味的话呢，那我推荐你买他们的迷你版的鸡千寿仙贝。鸡千寿仙贝它除了有奶油口味以外，还有出抹茶，跟我这次买了焙茶口味，那它有时候也会推出季节限定的口味。鸡千寿仙贝的话，我推荐的就是它的焙茶口味。一拆开焙茶的包装之后，它的焙茶的香气就冲出来以外，实际品尝我觉得在味道上它比奶油口味又更加的浓郁，它吃起来是有焙茶香气在的，这一点真的非常的让人着迷。我跟同事吃完都一致推荐焙茶口味。然后鸡千寿仙贝它做的是1口尺寸，所以在吃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太有负担，因为千寿仙贝是真的很大，给大家看参考一下千寿仙贝跟鸡千寿仙贝的尺寸对比，是不是差很多？那虽然它是京都的伴手礼，但是东京也买得到，相信这一款伴手礼还没有很多台湾人知道，如果有来日本玩的话，有看到一定要买，推荐。以上就是这一次的零食药妆伴手礼特辑，一口气介绍了大概超过20个品项了吧，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你吃过用过觉得很赞的商品呢？那也希望这一次的特辑可以给大家未来来日本旅游、日本购物的时候提供一点点的参考价值。那我们就下次见吧，晚安，我要去洗澡了，晚安晚安。